歼35空警600歼 15T， 三型国之重器，在福建舰上首次完成电磁弹射起飞与着舰。什么概念？这不是简单的飞机上天呀，这是中国海军一夜之间从滑跃时代直接跳进电磁弹射时代，跳过西方100年技术弯路，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的弯道超车。更狠的是，别人是一弹一机慢慢琢磨，我们呢直接3机同弹，体系齐飞。孙子兵法曰：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。今天我就带大家扒一扒这3架飞机，不是3件装备，是3把海上倚天剑。福建舰电磁弹射不是一条轨道，是一套颠覆海权的中国方案。这里边藏的不只是黑科技，更是谋定后动的千年兵法。风起东方未有声，忽闻一弹列长空。他年回首轻描处，此刻正是换乾坤。我是白放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友记。我知道很多军迷朋友看到新闻激动的睡不着，我们终于有隐身舰载机了，终于有固定翼预警机。但我问你，为什么偏偏是这3架一起谈？为什么福建舰一上来就玩到这么大？别人解读只讲参数，比数据。我今天不讲参数，讲杀机，不比装备，比格局。从孙子兵法的5世7计到道德经的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，从春秋争霸的失之为壮到今天远海大洋的体系制胜。我告诉你，福建舰这今天一弹，弹出去的是飞机，亮出来的是国运，验证的是技术，打的是西方100年海权的7寸。接下来我分3大维度层层剥皮。第一，3机合体藏着怎样的3才阵法？第二，电磁弹射如何用柔武之力破刚猛的霸权？第三，普通人看不到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国运豪赌与战略绝杀。先问大家一个核心的问题，过去几十年提到航母，提到舰载机，我们是不是一直活跃在西方的阴影里？辽宁舰、山东舰滑跃起飞，先天受限，歼15不能满油满弹起飞，预警机只能靠直升机。什么概念？就像蒙着眼睛饿着肚子上战场，人家呢预警机几百公里外看得一清二楚，我们几十公里才模模糊糊。人家战机满油满弹远程奔袭，我们飞不远载不多。西方专家更是放话，航母是西方专利，电磁弹射只有美国能玩，中国再给20年也搞不出弹射型航母，搞不出隐身舰载机，搞不出固定翼预警机，甚至很多国人自己都不自信。咱们就是模仿，差距至少得50年，能造出来就不错了，别指望能打。这就是最大的痛点，认知被西方锁死，思维被差距绑架。总觉得西方搞了100年航母，我们才10几年。美国福特级电磁弹射搞了20年，毛病不断，我们怎么能一下子追上呢？但今天福建舰用3机齐弹的硬核事实，狠狠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。道德经讲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。中国航母不搞则已，一搞就直接跳过蒸汽弹射，上电磁弹射；不搞单机，一搞就体系化全覆盖。这不是追赶，这是降维打击；这不是模仿，这是另起炉灶，规则重构。先来看第一部分，3机合体，3才定天。中国舰载机的阵法密码。这3位主角，歼35、空警600、歼 15T， 很多人说他们是电弹3杰，我觉得不如叫海空3才。天地人缺一不可，攻防控完美闭环。易经曰：3才者，天地人；3刚者，君臣义。放到海上就是预警为天，制空为地，打击为人，3位一体，构成中国航母的第一套完整海空作战生态。一、空警600，天之眼，海空司令部。很多人觉得预警机不就是背上背个盘子吗？错，这是中国海军从近海到远海最关键的一步。之前辽宁舰、山东舰用的是直18预警直升机，航程短，高度低，探测距离近，只能看200公里，飞3个小时，就像近视眼加小短腿，在近海还能凑合，到远海就是睁眼瞎。而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，航程2500公里，加滞空5小时，探测距离400公里，能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，指挥几十架战机作战。这是个啥概念？整个航母编队的防空圈、打击圈直接向外扩展300公里。孙子兵法说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
空警600就是支笔的终极利器，几百公里外发现敌机、敌舰、导弹，提前预警、提前部署、提前打击。更狠的是，它的体系核心歼35隐身突防，它指挥歼15T远程打击，它引导电子战机压制，它协同西方平甲空警600上舰，它是体系核心。歼35隐身突防，它指挥歼15T远程打击，它引导电子战机压制，它协同西方平甲空警600上舰，中国航母才算真正的远洋航母。这就是天居高临下，掌控全局，决胜未战。歼35地之锋隐身利刃，刺破苍穹的空中刺客。它是中国首款隐身舰载战斗机，5代机，海空霸主。很多人拿它跟 F-35C 比，说谁强谁弱。那我告诉你，歼35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模仿 F-35，而是为了干掉 F-35。F-35C 三军通用，一型多用。为了兼顾垂直起降，机身被撑胖，气动差，阻力大，弹仓小，速度慢，典型的样样通，样样松。而歼35纯海军舰载机定制，双发隐身大航程、大弹仓、高机动，隐身机体光顺，缝隙极小，一尾切歼，雷达反射面积比 F-35C 还小，堪称海空幽灵。定位呢，制空为主，兼顾对面，专门抢制空权，打隐身机，破防空网。适配呢，可以折叠机翼，尾钩收纳，弹滑兼容，完美适配电磁弹射。五子兵法讲，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生于狐疑。歼35就是一击必杀，绝不犹豫的空中刺客。隐身接近，突然开火，打完就走，让敌人看不到、拦不住、跑不掉。它的出现终结了西方在隐身舰载机领域的垄断。从此，西太平洋上空不再是 F-35一家独大，这就是地稳固根基、制空权、生死线。第三歼15T人之刃，重剑无锋，横扫千军的炸弹卡车。歼15深度改进型重型弹射舰载机。很多人说有了歼35还要歼15T干嘛？大错特错。高端局从来不是全隐身，而是高低搭配，轻重互补。歼15T重型机，大载弹、大航程，12个外挂点，载弹量12吨以上，能挂反舰导弹、巡航导弹、空导弹、精确制导炸弹，对空、对地、对海全能打击。它是炸弹卡车，是航母杀手克星，专门打大型水面舰艇，炸地面目标，清场收割。更关键的是它成熟可靠，成本低，数量足。福建舰能搭载24架，配合歼35踹后门，它一拥而上，饱和打击。六涛云重器完成，大势若迟。歼15从滑跃到弹射，看似老瓶装新酒，实则呢脱胎换骨。航电、武器、平台全面升级，视海性、可靠性、战斗力拉满。这就是人实际输出，收割战场，稳扎稳打。总结下来，空警600掌控全局，也就是天；歼35夺取制空，也就是地；歼15T饱和打击，就是人。三才合一，攻防一体，体系闭环。这不是3架飞机这是一套完整的海空作战体系。西方用了30年才凑齐，我们呢一步到位，直接成型。孙子兵法讲，上下同欲者胜。这3架飞机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这就是中国航母的体系之威。好，看完3舰，再看舰鞘。福建舰的电磁弹射，很多人觉得电磁弹射不就是强力弹弓吗？错，这是中国用柔武智慧破解西方刚猛霸权巅峰之作。第一，西方困局，刚猛有余，柔不足，这就是福特级的噩梦。先看美国福特级航母，电磁弹射搞了20年，故障不断，问题成堆。福特级用的是中压交流综合电力系统，技术老，效率低，故障率高，维护难，能量效率不到60%，大量能量浪费。故障率呢，平均每400次弹射就出1次大故障。适配性呢，只能弹重型机，轻无人机弹不了，预警机弹不稳。可靠性呢，服役多年，至今没形成完整战斗力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走的是刚猛路线，强行堆功力，强行压技术，违背了刚柔并济的规律。道德经语，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一味的刚猛必遭反噬，福特级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而福建舰呢，
直接跳过蒸汽弹射，上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，世界首创，领先一代。这才是真正的黑科技，真正的柔武智慧。它能做到效率极高，能量转换率超90%，比福特级高了30%，省油、省电、省空间，力度精准，从几吨的无人机到几十吨的预警机全适配，轻重通吃，弹无虚发，可靠性强，电力解耦设计，一个弹射器坏了不影响其他2个，随时能用，故障率极低，常规动力驱动。世界唯一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母，不用核动力照样玩电弹。孙子兵法讲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西方走正路，核动力加蒸汽弹射加交流电弹，按部就班，步步为营。我们走奇路，常规动力加直流电弹加3机同弹，另辟蹊径，弯道超车。这就是柔武的精髓，不跟你拼硬刚，跟你拼智慧，不跟你比资历，跟你比效率。你用100年铺的路我10年就直接跨越；你用蛮力硬扛，我用巧劲奇胜。这就是中国科技的后发优势。第三，舰机合一，双向赋能，完美适配中国速度的密码。这也是更狠的，我们不仅弹射器牛，舰机适配更牛。福建舰平直通长甲板，3个弹射位，4道阻拦索，专门为3型舰载机量身定制。歼35、空警600、歼 15T 全机身强化，起落架加固，尾构优化，机翼折叠，完美适配电磁弹射，多次实验全部成功，弹射、起飞、着舰、阻拦一气呵成，零失误。魏辽子云：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天时呢，就是世界新军事革命，电磁弹射时代来临；地利呢，中国完整工业体系，全产业链自主可控；人和呢，军工团队万众一心，攻坚克难，10年磨一剑。天时地利人和3者具备，福建舰加3型舰载机，舰机合一，双向赋能，天下无敌讲到这儿，很多人还是觉得，不就是航母跟飞机吗？跟我有啥关系呢？那我告诉你关系可大。这不是简单的军事突破，这是一场国运之战，这是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一步。一，打破垄断，西方100年海权从此破防。过去500年，海权就是霸权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、美国，谁掌控海洋，谁就控制全世界。航母就是海权的核心象征。全球200多个国家，只有9个有航母，只有2个有电磁弹射航母。西方一直垄断航母技术，垄断舰载机，垄断远海作战能力。你再强，也只能在近海玩，远海是我的天下。但今天福建舰3弹齐发，中国正式打破西方垄断。从此西太平洋、印度洋、南海，中国航母可以自由航行、自由部署、自由训练。你的岛链、你的封锁、你的霸权，在中国航母面前形同虚设。左传讲，失之为壮，取为老。中国发展航母不是为了侵略，不是为了霸权，是为了保卫国家跟主权，保卫海外利益，保卫世界和平。师出有名，理直气壮。第二，战略重构，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。中国海军的成人礼，福建舰之前，中国海军是近海防御，守好家门口，护好领海。福建舰之后呢，中国海军正式进入远海防卫，走向深蓝，全球存在，维护和平。3型舰载机加电磁弹射，制空权歼35，西太平洋无敌手。预警机空警600，掌控几百公里海空态势。打击权歼 15T， 反舰对地远程打击。机动权电磁弹射，日出动架次比华越高3倍，一天能弹120架次。福建舰初步具备全甲板作业能力，入列即战力，边试边训，以战代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中国海军的成人礼，从浅蓝走向深蓝，从陆军型海军变成远洋型海军。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这惊天一弹，你还觉得它只是3架飞机从甲板上被弹出去吗？ No， 它弹出去的是一个时代的边界。周易有言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中国航母从华越到电磁，从单机到体系，从近海到远洋，不是简单的升级，而是一场彻底的变。而一旦通了，这条路就再也不会回头。有人曾说，海权属于先来者，属于积累了100年的霸主。但历史从不讲先来后到，历史只认一件事儿：谁能重新定义规则？福建舰这一次没有喊口号，没有秀肌肉，只是安安静静把3型舰载机送上了天。
可真正懂的人都知道，天上飞的是飞机，海里动的是航母，水面之下翻涌的是规则。我是白放大招大招，下期再见。